美国泄露乌克兰圣地计划机密内容，乌军袭击俄罗斯导弹研究所。乌俄最新战报，乌军15分钟击溃俄军攻势。波兰向乌克兰转让所有米格29战机。瑞士放松对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禁令。以军清除珍珠党80%导弹和火箭弹。黎巴嫩总理呼吁停火，利益战争要结束了吗？美国批准新军售方案，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0月30日，泽连斯基在冰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他要求美国提供战斧远程导弹，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事情，同时抨击了《纽约时报》泄露这一机密信息的行为。战斧的强大我们都清楚，1600公里的航程将使乌军能够轻易打击俄纵深目标，而这是乌克兰胜利计划的关键部分，也是保密附件的一部分，但却被《纽约时报》所公开披露。在《纽约时报》发布的相关文章中写道，作为胜利计划秘密附件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但这一要求遭到某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拒绝，称绝对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于是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生气质问，这是乌克兰和白宫之间的机密信息，合作伙伴之间难道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吗？要知道，这条机密信息被爆出后，就变成乌克兰想要升级局势了，这显然让泽连斯基无法接受。而这样的泄密事件也并非第一次，此前乌军2023年的反攻计划就被泄露，导致效果不佳，而没有通报的攻入库尔斯克行动计划则出其不意攻入俄本土，建立了缓冲区。虽然尚不清楚合作伙伴之间的泄密是无意还是有意，但事件已经发生，无法改变。不过即便是美国拒绝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理论上乌克兰也能够研制类似的远程巡航导弹，因为乌克兰拥有这样的技术力量。要知道，伊朗等国的巡航导弹技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乌克兰获得的。乌俄战争前期，俄军向乌克兰发射的 Kh-55 系列巡航导弹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冷战结束后乌克兰移交给俄罗斯的。关于胜利计划的秘密部分，目前缺乏足够信息，乌克兰政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即便是乌克兰的支持者，也仅有少数国家知道。乌游击队的渗透很成功，莫斯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火灾，而且这次的打击对象是俄军的导弹研究所。据俄媒电报频道的消息称，不久前莫斯科附近的特种机械制造研究所发生大火，多个车间被毁。该研究所虽然挂着机械研究所的牌子，但它是俄军导弹部件的制造工厂，负责为俄军提供所需产品，甚至还和俄罗斯航天机构有合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此事，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再次进入了频繁着火模式。此外，上面提到的乌军击中卢甘斯克军火库有了更多的后续报道。据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报告显示，俄军的该军火库已经接近于被完全摧毁，里面的俄军弹药也被成功清除。而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除了军火库之外，俄军在卢甘斯克的多个据点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轰炸。至于前线的情况，10月30日，一名在库皮扬斯克附近行动的乌军指挥官表示，俄军正在使用装甲车和摩托车等高度机动车辆进行机械化的快速突击。目前，据哈尔科夫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格·西内古波夫表示，俄军已逼近库皮扬斯克市4公里，该市居民正在进行强制疏散，乌军则正在奥斯基尔河附近阻止俄军渡河。在克鲁地亚基夫卡，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与俄军第1坦克团和第15摩托化步枪团在市内发生激战，目前战况不明。不过，若是被俄军彻底占领，其将切断一条乌军进入奥斯基尔河东岸的陆地交通线。在克里米纳，据乌方消息称，乌军第60独立化机械旅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多辆俄军装甲车被摧毁。在过去半年时间里，这条战线的俄军伤亡超过4000人，损失了150多件装备。在乌东3州交界处的莱曼，乌军防空导弹击落了俄军奥莱侦察无人机。该新型无人机长期以来被视为俄军探测情报的杀手锏。托列茨克的战况，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成功将俄军进一步击退。切尔沃尼港内的所有俄阵地已均被清除。现在乌军正在东部与俄军主力交战，如果乌军再拿下此地，就意味着基本上收复了整个托列茨克。在红军村方向，从整个该区地图上看，俄军明显放缓甚至停止了红军村北部的进攻，集火猛攻谢里杜河、库拉霍沃以及弗勒达方向。
也因此10月30日，乌军趁俄军北部力量薄弱之际，重新夺回了格罗基夫卡东北部阵地。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切尔沃纳卡利纳旅也使用炮兵、无人机和枪械的协同火力，在诺沃奥勒什蒂夫卡数次击退俄军动用的人海战术，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谢里杜河方向战斗依旧激烈，灰色地区持续扩大，具体战况尚不明朗。库拉霍夫方向，俄军集中力量，动用5辆步兵战车和2辆坦克的兵力，在库拉西夫卡中央加工厂地区和赫尼克方向西南地区快速推进。结果驻守的乌军第46旅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来犯之敌。仅仅15分钟，乌军的火炮、FPV 无人机就将来犯的俄军装甲车全部摧毁，俄军士兵也被无人机挨个点名清除。据现场画面披露，乌军阵地的前沿到处都是俄军装甲车辆的残骸，俨然已经成为俄军车队的坟场。若按照这样的趋势，此前乌军刚公布的自开战以来摧毁的超8000辆俄军坦克数量将很快破万。至于弗勒达方向，情况依然不是很好。继博约亚伦夫卡后，亚斯纳波利亚纳市也沦为乌俄双方的战场。俄军意图很明显，目标直指罗兹多尔内，意图切断大诺沃希尔卡通往库拉霍沃的所有公路，从而获得重要公路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对乌军而言，公路若是被切断，意味着其后勤补给线将被截断。斯佩尼夫卡一线乌军必然会进行战术后撤，乃至库拉霍沃的乌军都会受此影响，加剧乌军在南顿涅茨克方向的防御压力。乌军需要做出新的战略调整。继英美等国后，日本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同意向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贷款，这笔钱同样是以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利润为担保，属于 G7 集团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的一部分，预计将在今年12月开始发放，全部资金将会在2027年12月前发放完毕。根据 G7 集团达成的协议，这500亿美元虽然以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利润为担保，但根据乌克兰政府透露出来的信息，乌克兰好像根本就没打算还，甚至还在谋求获得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被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G7 集团也表示，在战争结束后会继续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直到乌克兰受到的损失得到弥补。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并未向乌克兰直接提供军事援助，但其提供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在所有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里，日本排在第5。在军事援助上，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准备向乌克兰转让所有的米格29战机，但前提是波兰需要在获得订购的 F-35战机前，获得北约对其领空的保护。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波兰和乌克兰有着相同的现实威胁，如果没有新战机支撑，确实无法贸然转让飞机。而对一些呼吁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来换取停战、恢复和平的言论，杜达进行了强硬抨击。他公开表示，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如此慷慨，为什么不送给俄罗斯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3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敖德萨与挪威国防大臣格拉姆会面。乌梅罗夫称，作为美国计划的一部分，挪威准备共同出资加强乌克兰防空，共拨款1亿多美元，为乌克兰购买 F-16战斗机的武器系统和备件。此外，克罗地亚也准备向基辅交付30辆 M84A4 主战坦克和30辆 M80 步兵战车。作为回报，德国将支持克罗地亚购买50辆豹二 A8 主战坦克。这一举措明显是北约、欧盟里几个主要援乌国家牵头，协助军事援助的结果，只为给乌克兰援助其熟悉且强大的装备，来加强乌军战力。M84 主战坦克虽然是南斯拉夫时代的产物，但自21世纪初以来，克罗地亚已将 M84 主战坦克升级为 M84A4 狙击手标准，配备了可提高射击精度的 DBR84 弹道计算机和 SCS84 昼夜炮手瞄准镜，外加一台1000马力的 V46 TK 柴油发动机，使 M84 主战坦克非常适合机动性和火力优先的作战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引入外援之际，瑞士或将放弃几百年来都秉持的中立原则，开始放松对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禁令。据路透社报道，瑞士总统维奥拉赞成修改目前阻止武器从其他国家再出口到乌克兰的限制。之所以改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有的禁令已经导致欧美各国开始拒绝瑞士的军工产品。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在伯尔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像荷兰这样的国家，由于在出口限制，已经不再购买瑞士武器，这对瑞士的工业和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而禁令的解除或将改变这一局面。同时，禁令的改变，这也将导致瑞士武器可能会被送往乌克兰。但他也重申，作为和平调解者的瑞士，不会直接向冲突中的国家供应武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东战况。根据德新社10月30日报道，以军已摧毁了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的各大据点和武器仓库。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捕获了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布地区的真主党指挥官哈桑·阿吉勒·加瓦德。而且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以军还在黎巴嫩奈巴艾提耶地区清除了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副指挥官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沙哈迪。后续以军地面部队将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对真主党目标实施针对性打击。在黎巴嫩东部地区，以军下令撤离贝卡谷地的整个巴勒贝克市。据说这个真主党据点有20万人，以军将继续对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也在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地区，以军清除了数十名武装人员。在加沙南部和中部，以军将对该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采取行动。另外，此前已经报道过，真主党宣布卡西姆就任新任秘书长，但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卡西姆的就职视频可能是提前录制。有消息称，卡西姆早就在2周前就秘密逃往了德黑兰。如果该消息属实，那么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对其下达的清除指令难度可能要上升不少。除此之外，加兰特还对当前的真主党现状进行了相关表态。他指出，目前以军已清除了80%的真主党导弹和火箭弹，这可能意味着黎巴嫩战争将很快完结。另外，据一则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以军已拆除了北部边境的反坦克导弹墙。如果这则消息属实，那么这将意味着在以军的评估中，真主党已经构不成多少威胁了。鉴于真主党接连遭受打击，黎巴嫩政府已经在劝降真主党，呼吁其进行停火谈判。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10月30日，黎巴嫩总理米哈提呼吁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停火，并与美国中东特使霍克斯坦进行了通话。其中，霍克斯坦表示，在11月5日美国大选之前，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争有可能实现停火。此前，真主党多次宣称，只有加沙率先达成停火，才会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近期，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被以军重创，真主党已不再考虑将黎巴嫩停火与加沙停火进行联系。不过，据米卡提表示，真主党目前还尚未能将加沙局势与黎巴嫩战线进行切断，这就意味着真主党所要求的停火条件可能会与其设想有所出入。此外，米卡提还表示，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停火谈判，黎巴嫩军队已准备好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部署，以确保当地的武器和军事设施由政府管控。另一方面，正当真主党还在思考如何进行停火谈判时，以色列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停火条件。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多位内阁成员就与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停火条件进行了讨论，最终做出如下决定：第一，真主党需撤至距边境约30公里的利塔尼河以北；第二，黎巴嫩在南部边境部署黎巴嫩军队，并建立国际监督机制，以确保停火落实，允许以色列在受到威胁时可自由行动。总的来说，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被重创，以色列认为其不具备威胁，希望黎巴嫩军队能接手该国南部地区的掌控权。倘若真主党真的接受了这项停火协议，那么就意味着该组织几乎就没有了反扑的机会，而利益之间可能会迎来期待已久的和平。10月30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将成立一个新的师级部队，该师隶属于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负责保卫以色列东部边境，同时加强与约旦军队合作。不过，根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正面临着征兵难的困境。例如，自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军方已征召约30万名预备役士兵，其中40岁以上的男性占比高达 18%。另外，由于以色列目前在多线作战，对士兵人数要求较高，为保证不影响相关战事，以色列军方还延长了预备役士兵的服役期。根据路透社10月30日报道，此前已有多方媒体证实，以色列的空袭破坏了伊朗的导弹生产设施，并附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生产设施确实遭到破坏。但伊朗国防部长纳西扎尔德坚称，以色列试图破坏该国防空系统的计划没有成功，该国的导弹生产工作也没有中断。他还表示，伊朗仍能够对以色列发动10多轮类似于10月初发动的导弹攻击。10月31日，根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在上午7时10分左右，从平壤一带朝东海海域发射了一枚导弹。韩国初步预测，这是一枚以高仰角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随后，韩国将此消息告知日本和美国。
据日本政府表示，这枚导弹于上午8时37分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其总飞行约86分钟，是朝鲜目前为止飞行时间最长的弹道导弹，可能是一种新型导弹。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首相石破茂就此事进行了表态。他指出，尽管朝鲜此举并没有对该国造成实质性的伤亡，但已产生战略影响，他将在该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做出对应措施。此外，据韩国议员李成全引述军事情报称，韩国可能会在11月5日美国大选前后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根据美国防卫博客报道，雷神公司近日获得一笔价值 6.76 亿美元的新合约，将持续为美国陆军生产托式导弹系统。按照雷神公司的说法，该公司托式导弹生产线的年产量可达1万枚，有能力满足美国陆军、陆战队等部队需求。而且该公司近期还针对托式导弹系统的引信和目标侦测系统进行了设计升级，大幅提升了其对装甲目标的打击能力，以及在多种环境中的综合作战能力。另外，根据媒体表示，由于托式导弹系统可与多种载具平台整合，例如高机动多用途轮式车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史崔克装甲车等，因此其在美国及其盟国军队中广泛应用。自2003年以来，托式导弹系统已在超过 1.1 万次战斗中使用，但是在乌俄战争中，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约 1.3 万枚托式导弹。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近日分别批准了向瑞士和丹麦出售新军备的方案。瑞士方面，美国将向其提供5套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改装升级套件、检修、训练和后勤等。媒体表示，这并非美国首次向瑞士出售爱国者导弹系统。早在2020年9月，美国就向瑞士出售了5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包括70枚爱国者2型导引增强型导弹、5套 AN/MPQ-65 雷达、17辆发射车等，总价值约22亿美元。接着又在2022年11月向瑞士提供72枚爱国者3型增程导弹等装备，总价值约7亿美元。丹麦方面，美国同意向其出售203枚 AM-120D3 导弹以及9套导弹精准导引套件，总价值约 7.44 亿美元。AM-120 导弹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发的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美国此次向丹麦出售的 AM-120D3 导弹是该系列导弹的最新型号。根据美国空军公开信息显示， AM-120D3 导弹更新了巡标器、电路卡、处理器组件等硬件，还改良了发动机和电池，相关软件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最大射程已达160公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丹麦在今年6月曾向美国采购过一批 AM-120C8 导弹，因此丹麦已熟练掌握这款导弹的布置工作。另外，丹麦于去年开始接收 F-35 战机，并向国内的43架 F-16AB 战机分别出售，军援给了阿根廷和乌克兰。因此，这批 AM-120D3 导弹将成为该国 F-35 机队的主要打击火力。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发布了一则声明，指出美菲两国上周在马尼拉举行了第3次海事对话，两国国防、司法、外交、安全等部门均派代表参加了讨论。此外，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800万美元，用以帮助其海岸警卫队进行现代化建设工作。其实，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对菲律宾在军事方面进行金钱援助。早在今年7月，美菲外长2+2对话后，美国就向菲律宾提供了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亚美尼亚正考虑升级苏三零机队，目前正在与印度就相关事宜展开谈判。一方面，亚美尼亚有意将印度武器系统，特别是由俄罗斯和印度共同研制的布拉莫斯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阿斯特拉导弹整合到该国现有的苏30 SM 机队上，目前正在与印度讨论相关的升级细节。需要注意的是，一位匿名印度官员透露，亚美尼亚的苏30 SM 与印度的苏30 MKI 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即便双方协商一致，其战机的差异性也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升级计划。另一方面，亚美尼亚可能会选择直接采购8至12架苏30 MKI， 印度对这种方案自然是喜闻乐见。这不仅代表着该国获得了国际订单，巩固了其作为国际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地位，也代表着两国将开展深度合作。但考虑到苏30 MKI 是印度在俄罗斯授权下研发，购买此款战机可能会被误认为亚美尼亚要摆脱俄罗斯在国防技术以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影响。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亚美尼亚目前还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乌克兰胜利计划的泄密是什么看法？离异战争还将持续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